一个加拿大妹子跑到中国，竟然被挂在了250米高的悬空步道上。好家伙，你以为这是什么荒郊野外的极限运动？不，这只是重庆市中心的一栋大楼楼顶。一低头，吓得妹子当场腿软。但当她张开双臂，看到那绝美的落日和赛博朋克般的天际线时，直接激动到尖叫。这到底是什么魔幻神仙地方？ Kind of freaking me out. It is just such a beautiful view out here, especially at sunset time. 这个被震撼到怀疑人生的加拿大妹子名叫阿丽娜。今天她跨越重洋，来到了中国最魔幻、最赛博朋克的超级大都市重庆。阿丽娜刚落地，看着窗外那密密麻麻、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整个人瞬间就蒙圈了。她对着镜头直呼，这绝对是她这辈子去过的最大的城市之一。但离谱到不敢信的是，她在加拿大的亲戚朋友们居然对这座拥有几千万人口的超级都市一无所知。咱就是说，这西方媒体天天胡编乱造，选择性失明，完全不可信啊！老外不亲自来一趟，还以为咱们出门都骑自行车呢。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阿丽娜亲眼看到这基建狂魔的硬核实力，那些抹黑中国的谣言瞬间不攻自破。旅游局给阿丽娜安排了市中心的格兰维亚大酒店。一进房间，阿丽娜就开启了刘姥姥进大观园的震惊模式。在欧美住个快捷酒店都得花大价钱，结果在中国，这宽敞的行政大床房、超大的豪华浴缸，拉开窗帘就是无敌的城市天际线，价格还极其亲民。到了早上，那自助早餐更是丰盛到让人大开眼界，一整面墙的甜甜圈，各种热气腾腾的中式炒菜，精致的西式糕点，阿丽娜直呼简直是物超所值。还有那39楼的云顶酒廊，喝着下午茶俯瞰全城，这安全感和幸福感简直拉满，全世界都羡慕啊！吃饱喝足，阿丽娜在当地导游员的带领下，正式开启了重庆的魔幻之旅。第一站，他们来到了藏在钢筋水泥钢铁森林里的罗汉寺。咱就是说，这罗汉寺可大有来头，老外可能不懂，但咱们必须得把牌面拉满。这是一座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古寺庙，始建于北宋治平年间，最早名叫治平寺。到了清代光绪年间，僧人们修建了500罗汉堂，塑造了大量栩栩如生的罗汉塑像，这座寺院才正式改名叫罗汉寺。千年间，这座古寺也是历经磨难，抗战时期遭遇日军野蛮轰炸，大部分建筑被毁，后来寺内的罗汉造像也遭到了损毁，直到1984年才重新塑造了金身罗汉，慢慢恢复了如今香火鼎盛的模样。一墙之隔就是高楼大厦，车流不息的繁华 CBD， 但只要你踏入寺门，瞬间就安静下来，仿佛穿越了结界。古寺的飞檐翘角和现代摩天大楼同框，这绝对是重庆独有的魔幻风景，科技与传统的完美碰撞，太牛掰了。其实这罗汉寺里有2大核心看点，简直是绝中绝。一是那20多米长的摩崖石刻，岩壁上留存着400多尊宋代佛像，雕刻古朴沧桑，跟著名的大足石刻风格相近，绝对是国家级珍贵的古代石刻遗存。二是那大名鼎鼎的500罗汉堂，堂内共有524尊泥塑罗汉，每一尊表情、姿态都完全不同，简直是古代手办的巅峰之作。本地还流传着数罗汉的习俗，游客按照自己的虚岁数到对应的罗汉，还能求签祈福，人气那是相当的高，天天爆满。而且啊，吃瓜群众们注意了，这里还是当年火遍大江南北的经典喜剧电影《疯狂的石头》的全程取景地。当年黄渤在下水道里狂奔，郭涛在寺庙里抓贼，很多电影名场面都能在寺内找到原型。院内除了罗汉堂，还有大雄宝殿、财神殿、明碑亭等建筑，香火常年旺盛。逛累了还能在素斋馆品尝一碗清淡可口的素面。阿丽娜学着中国人的样子，虔诚地把香插入巨型铜鼎香炉里，还对着镜头疯狂竖起双倍大拇指。这波东方神秘力量的深度体验，直接让她大开眼界。从古老的寺庙出来，阿丽娜走在繁华的解放碑步行街上，周围高楼林立，各种国际奢侈品牌门店闪瞎眼，这繁华程度，科技吊打欧美很多所谓的大城市。走累了，导游员给她买了一杯本土的神仙饮料，一只酸奶牛。阿丽娜一开始还一脸懵圈，心想这酸奶里加紫糯米是什么奇葩的黑暗料理，结果插入吸管吸了一大口，眼睛瞬间瞪得像铜铃，直接亮了。 I really like that actually. It's not too sweet, and the rice adds like a nice crunchy squishy sort of texture. Highly recommend. 底部的紫糯米 Q 弹软糯，配上酸甜清爽的酸奶，口感层次丰富到爆炸，一点都不腻。
阿丽娜疯狂点头，直呼高度推荐。咱就是说，中国随便街边一家10几块钱的饮品店，都能把老外那贫乏的味蕾给征服得服服帖帖的，这实力根本不需要吹。接着，他们来到了重庆的绝对地标解放碑。原给他科普，解放碑是由解放和碑2个词组成，是为了纪念中国人民在上世纪40年代获得解放而建的。站在高楼大厦之间，看着这座见证了无数历史岁月的丰碑，阿丽娜深刻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厚重底蕴。这可不是西方媒体嘴里那个没有历史、只有工厂的国家，谣言再次不攻自破。This word is formed by 2 words. 解放 means liberation, Bei means monument. Yes. So it's kind of a monument for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in 1940s. Very interesting. 到了饭点，重头戏终于来了。他们来到了一家连续2年被评为最佳的川菜馆。刚坐下，服务员热情地端上来一杯水，结果直接给阿丽娜整出了个大大的文化冲击。Like why it's warm water? We think it's healthier. Yeah, it's better for digestion or something like that. Is Yeah. that true though? I don't. 在加拿大，不管是大雪纷飞的冬天，还是艳阳高照的夏天，去餐厅永远都是一杯加满冰块的冰水伺候，喝下去透心凉。结果在中国，服务员给上的是一杯冒着热气的温水。原理所当然的解释，因为中国人觉得喝温水更健康，据说对肠胃消化更好。阿丽娜虽然半信半疑，但也入乡随俗喝了一口。这中西生活习惯的激烈碰撞，真是太有意思了。咱们中国人讲究的是养生之道，老外那种铁胃喝冰水的习惯，咱们还真学不来。接下来川菜大军浩浩荡荡端上桌，阿丽娜的味蕾直接被按下了核爆按钮，迎来了降维打击。首先是一盆红油汪汪、铺满花生和葱花的口水鸡。阿丽娜小心翼翼地夹起一块尝了一口，辣中带香，鸡肉鲜嫩，配着脆脆的花生吃简直绝了。接着是一道她这辈子都没见过的绿色蔬菜芥菜。她以为煮熟的蔬菜肯定是软趴趴的，结果一口咬下去极其爽脆，还有股腌制过的独特风味，完全超出了她的想象，直接刷新认知。I think it's a pickled flavor. Totally different flavor than I was expecting, but I like it. It's very refreshing. 还有那裹满红色颗粒的牛排骨，吃起来竟然像薯片一样嘎嘣脆，而且一点都不辣。最后是一碗甜点汤圆，外皮是软糯的糯米，咬开里面是坚果和糖，居然还有橘子的清香。阿丽娜吃得连连惊叹，这哪里是什么普通中餐，这分明是味觉的交响乐啊！老外天天吃汉堡薯条，哪见过这等神仙美味，直接被拿捏得死死的。 Sugar. Ooh, all right. Nice. 吃饱喝足，阿丽娜决定来个深度文化体验，穿汉服。她换上了一身白色的暗纹上衣，搭配深蓝色的印花长裙，妥妥的明朝大家闺秀风格。Ming style. Yeah. It's not that accurate, but it's kind of the Ming style. Yes. Yeah, I really like it. 穿上这一身，阿丽娜整个人的气质都变得温婉起来了。金发碧眼配上中国汉服，别说，还真有一种奇妙的反差萌。带着这份古风韵味，她来到了重庆超有名的清代古建筑群湖广会馆。咱必须得给老外科普一下这湖广会馆的牛掰之处。这地方可不简单，距今快300年了。当年经历战乱后，四川人口锐减，朝廷号召湖南、湖北、广东一带的百姓搬到重庆生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外来的商人和老乡们为了互相照应、祭拜祈福，大家凑钱修了这座气势恢宏的会馆。这里主要分为禹王宫、齐安公所、广东公所几大部分。整座会馆依山靠江，房子上雕满了极其精致的木雕，石刻样式融合了南方各地的建筑特色。里面不仅保留着古色古香的老戏楼，每天还会上演川剧变脸这种绝活。馆内还有移民博物馆，可以详细了解清朝初期外地人来重庆安家打拼的奋斗历史。阿丽娜穿着汉服，漫步在这红墙黛瓦、阳光斑驳的庭院里，看着精美的中式刺绣和栩栩如生的清代蜡像，仿佛瞬间穿越了时空。这波硬核的文化输出，直接把老外迷得神魂颠倒，连连赞叹。傍晚时分，阿丽娜来到了担子石老街，站在观景台上，看着对岸那连绵不绝、造型夸张的摩天大楼群，阿丽娜再次被震撼到词穷，直呼这建筑简直太疯狂了。她终于意识到这座城市的规模有多么庞大。随后，她坐上渡轮，吹着江风，欣赏着两岸的无敌江景。夜幕降临，重头戏来了。前方出现了依山而建、
灯火璀璨的吊脚楼建筑群洪崖洞。It was one of the top places that I wanted to see in Chongqing, the Hanya Dong, the Hanya Cave, Yuan was saying, and 阿丽娜激动得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大喊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的日本动漫《千与千寻》。走进洪崖洞的仿古街道，两边挂满了红彤彤的灯笼，各种民族服饰、特色小吃琳琅满目，人流如织，热闹非凡。阿丽娜在一个摊位前尝了一块葛根酥，口感像极了爆米花做的米饼，酥脆香甜。在这个充满赛博朋克与传统魔幻交织的地方，阿丽娜算是彻底沦陷了。这安全感拉满的夜生活，在国外晚上敢这么瞎溜达，能不能安全通过全看运气，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it's kind of sort of like a Rice Krispie treat. It's like a little bit soft and gooey. It's pretty good. 来重庆怎么能不吃火锅？阿丽娜和导游走过跨江大桥，来到了一家江边的露天火锅店。这里简直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到不行。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座位，当那个巨大的金属火锅端上桌时，阿丽娜直接惊掉了下巴。Actually ever seen. This is beef fat. Oh, beef fat. Yeah, beef fat. Oh, interesting. Yeah, I've never had anything like this before. This is absolutely. 我的天哪，这绝对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火锅。锅里翻滚着红彤彤的辣椒油，中间还立着一大块厚重的纯牛油。对于吃惯了干巴巴的汉堡牛排的老外来说，这场面简直比看好莱坞科幻大片还要刺激100倍。导游教他调配正宗的重庆蘸料，大量的香油、香醋、蒜泥，再铺上满满的灵魂香菜。接下来就是疯狂的涮肉环节，桌上摆满了虾丸、鱼片、鹌鹑蛋，还有堆成小山的各种蔬菜。阿丽娜看着沸腾的红油，咽了咽口水，勇敢地把鱼片、虾丸丢了进去，捞出来吹了吹，一口咬下去，辣味混合着牛油的醇香在口腔里瞬间爆炸。她一边辣得吸溜嘴，一边对着镜头疯狂竖大拇指。这场火锅盛宴不仅喂饱了她的胃，更彻底征服了她的心。这趟中国行绝对是物超所值。到了晚上，阿丽娜走在灯火辉煌的解放碑商业街，看着巨大的 LED 屏幕和熙熙攘攘的人群，她真诚地感叹自己简直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第二天，阿丽娜和亚历克斯等几个外国朋友会合，准备去挑战重庆的高度——环球金融中心 WFC 观景台。在去观景台的路上，他们看到了重庆1990年的老照片。Kind of what Chongqing looked like. This was in 1990. This looks like something that would be in Canada in like the 1940s, but this just shows you how much China has really emerged in the last 30 years. Yeah, what a difference from the first picture to what it is now. 亚历克斯指着照片感叹：“这仅仅过了30年啊！从曾经的低矮平房，到现在拥有14000多座桥梁的桥都，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这种恐怖的中国速度，让这群老外离谱到不敢信。西方媒体天天唱衰中国，怎么从来不报道这些真实的画面？这啪啪打脸的声音简直震耳欲聋。”看完绝美的城市天际线，亚历克斯神神秘秘地带阿丽娜去体验一种终极黑暗料理——重庆麻辣冰淇淋。阿丽娜一听这名字，吓得连连后退，心里直打鼓。走到店门口，只见店员熟练地在一个香草冰淇淋球上淋上深红色的辣椒油，然后疯狂地撒上干辣椒碎。这红白相间的视觉冲击简直要命。She's doing less, because see, before it was like swimming in a chili oil boat, so she is doing less. 阿丽娜硬着头皮挖了一勺放进嘴里，一开始冰淇淋的甜味和奶香让她觉得哎呦还不错哦，结果下一秒辣椒油的后劲直冲脑门，辣得她倒吸一口凉气。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奇葩体验，虽然辣，但意外的上头，阿丽娜居然觉得还挺好吃。咱就是说，中国人在吃上的脑洞，老外永远猜不透。Like, it's doable. It's good, even for people that have as low of a spice tolerance as me. It's great.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阿丽娜走在一个宽阔的城市广场上，周围是古色古香的建筑。你以为这只是个普通的平地广场，不出意外就要出意外了。You are approximately 20 stories
Oh my god! Wow, what a difference! You are up very, very high. 阿丽娜走到广场边缘的护栏往下看，瞬间倒吸一口冷气，脚下深不见底，汽车像蚂蚁一样在几十米深的街道上穿行。原来她以为的地面竟然是一栋大楼的第20层。这8D魔幻城市的立体地形，简直把牛顿的棺材板都给掀翻了。老外的脑容量瞬间不够用了，直呼这太疯狂了。受了惊吓的阿丽娜决定去逛逛当地的超市压压惊，结果一进超市又被震碎了3观。海鲜区里活蹦乱跳的鱼在蓝色的水缸里游，顾客挑中哪条，师傅现场捞出来杀。这新鲜程度让吃惯了超市冷冻死鱼排的加拿大人大开眼界，直呼天哪，它还在动。We just happened to get into a grocery store, and the tanks here have live fish. So, yeah, you can like just get whatever kind of fish you want. And no, but they have to kill it, right? They actually kill it and then they take it home. Oh my gosh. Still moving. Wow. Okay, Chang. 走到零食区，画风更加狂野。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口味的鸭脖、鸭锁骨、鸭腿，还有香辣沙嗲味的干牛肉片。最让老外看懵逼的是各种各样的鸡爪、虎皮凤爪、泡椒凤爪，甚至还有五谷柠檬凤爪。阿丽娜看着一包包五谷凤爪，感到非常困惑，这鸡爪没骨头是怎么做到的？难道只吃外面那层软软的皮？哈哈，这波来自东方美食的灵魂拷问，直接把老外的 CPU 给干烧了。Skin, chicken, fish. How does this work? Boneless lemon chicken feet. So it's just the squishy outer part? I'm so confused. Oh my god. 逛完超市，阿丽娜和朋友来到了充满传统气息的18T 景区。这里青石板路蜿蜒而上，两旁挂满了红灯笼，各种特色小吃香气扑鼻。阿丽娜在陈麻花摊位前尝了尝酥脆的麻花，又试了试粘牙的芝麻糖和香甜的红枣加核桃，对这些传统中式糕点赞不绝口。就在他们漫步在这古色古香的街道时，突然眼前一亮，一家开在古建筑里的 Tim Hortons 咖啡店赫然出现在眼前。对于加拿大人来说，这简直就是看到了老家的卖家圣地啊。In Bangkok, I was super surprised to see it. Beautiful terrace upstairs. So let's Oh yeah, sure. Is this here? You order here? Or? Yeah. 他们激动地冲进去，却发现这里的菜单已经完全本土化了，没有加拿大常见的甜甜圈，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贝果三明治和肉桂卷。老外一边喝着熟悉的冰咖啡，一边戴着中国特色的白帽子，在重庆的老街里体验着这奇妙的中西结合，直呼太牛掰了。行程的最后也是最刺激的一项终极挑战，来福士云端漫步。阿丽娜来到了朝天门来福士250米高空的水晶连廊，这里可是惊险刺激的高空户外步道，走在悬空的步道上，脚下就是透明的玻璃格子。咱得好好说说这地方有多绝。站在这250米的高空，脚下就是两江交汇，能清晰地看见长江和嘉陵江一黄一绿交汇形成的鸳鸯江奇景，整个渝中半岛的无敌风光尽收眼底。视野开阔的一塌糊涂，重庆大剧院、东水门大桥等绝美景点一览无余。傍晚在这里看日落、拍夜景，那出片率绝对是100%，随便一拍都是大片。阿丽娜系着安全绳，走在这极窄的步道上，虽然刚开始吓得腿脚发软，但当她张开双臂，迎着高空的狂风，看着落日余晖洒满整座城市的天际线时，她兴奋地对着镜头大喊：“这是我有史以来最棒的肾上腺素体验之一！”这壮丽的景色、独特的建筑，彻底征服了这个加拿大妹子。她强烈推荐所有不恐高的人来体验，这绝对是她在重庆做过的最棒的一件事。Be my favorite thing that I've done in Chongqing. Highly, highly, highly recommend if you're not afraid of heights. 从古老的罗汉寺到魔幻的20层高空广场，从辣到怀疑人生的火锅到250米高空的云端漫步。阿丽娜的这趟重庆之旅不仅彻底击碎了西方媒体的刻板印象，更让她深深爱上了这座充满魔力、安全便捷、热情友善的中国超级都市。物价低到震惊，科技吊打欧美，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亲眼所见。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节目做得还不错，那请你给我的视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谢谢您的支持。